朋友们，你知道我们该如何开始每一个当下的修行吗？我们该如何从每一个当下改善自己的情绪，改变自己的信念呢？其实，修行的法门有千千万，而且真正意义的修行呢，也不会去严格限制说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到底学什么样的技巧，到底信哪家的门派。其实这些都并不重要，因为真相就是这个真相。这个真理它是恒定的，它永远都在那里。无论我们通过何种方法修行，最终的指向是不会变的。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方法，就是在修行刚刚入门的时候用的。它呢，可以帮助你驱除你大脑的杂念，也可以帮助你调整你的情绪。其实，伴随着练习时间的加深，你会发现内在还会获得更多更广的智慧。这个方法呢，就是观情绪。如果说你当下不知道该从哪一个方面去修行，包括日常有很多的情绪感觉无法处理，亦或者说你只是希望能够获得内在更深的智慧，那么这个方法你都可以用。它非常简单，也非常好用。在之前呢，我们说过，情绪是在我们体内流动着的一股能量。就情绪而言呢，凡是被压制的，必然它还会再次浮上来，也许它会突然的来到表面，就像这股能量本身一样，也可能它会开始以别的方式影响我们的行为。当然了，还有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努力的去忽略或者抵抗它们，而是去看见它们，观察它们，感受它们。最后我们要化解它们。当情绪变成了一种可以被我们观察，可以被我们冷静地体验到的东西时呢，那我们就得以从情绪中超脱了。此时我们的意识就将不再与情绪纠缠。随着我们对情绪的态度从评价转到观察，虽然我们依然还是会体验到比如焦虑、悲伤、愤怒等等的这些情绪，但是我们却不再去评价它的好与坏、正面与负面。如果我们还能再换成另外一个角度，试着去把情绪具象化，不再一味地去认同于我们对它的看法，而是变成直接去体验和感受它确切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感受本身。比如这个情绪体现在我身体上的感觉，诸如疼痛、紧绷、淤堵、恶心等等。你看，这就是我们观情绪的一个前提，就是先要把情绪具象化。如果我们能不再将这些无法控制的感觉看作是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直截了当地去体验它、观察它，既不留恋所谓好的，也不抵抗所谓坏的，那么我们就能从这些感觉当中得到解脱，重新获得控制权。当我们把注意力全部的都放在一种感受上时，那就代表着我们放弃了对这种感受的抵抗。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我们接受了它的存在。实际上呢，我们反而因此和它产生了距离和超脱。这就是接纳的力量。主动的去观察，就会带我们走向对它的接纳。我们就以悲伤为例，既然悲伤是一种情绪，那么它就是在我们体内流动着的能量。所以如果想要通过直接去体验悲伤在我们身体中的存在，那么首先我们就要在身体中先去找到悲伤，看看这个悲伤到底是藏在我们身体内的哪一个部分。这个在我们身体内找悲伤的过程，它本身就是一种观，这本身就是实修。记住，观的结果不是重点，这个观的过程本身才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个观的过程就会让我们回归于觉醒，而觉醒就会让情绪不再有起作用的空间，会让它变弱，这就会让我们获得从这个情绪中的解放。要知道，我们永远都不能在我们的想法里面去找到悲伤，虽然悲伤确实影响着我们的想法，但是我们却能够通过全然的去投入意识，用我们的注意力去扫描身体，
试图锁定悲伤在我们体内的住所。那么在这个身体扫描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能会发现了，在我们身体的某些部位里，的确悲伤的感觉要比其他地方更为强烈。在这些地方呢，悲伤就像是一个有形的实体。既然如此，那么悲伤就可以被我们所观察和体验。这就是接下来我要带大家去做的观情绪的练习。在开始之前，我需要再强调一点，在我们的这个练习当中，我们不论最终有没有在身体中锁定某个情绪，有没有最终体验和感受到某个情绪在我们体内的具体的特质，这都没有关系。记住，只要我们能做到全然的取观，我们就都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这个练习。请大家一定要好好体会我这句话，因为当我们带着觉醒的意识在我们体内去观察某种情绪时呢，即使我们最终没能发现这个情绪，那么这依然是一种成功。你想，如果你甚至连引发你反应的情绪都找不到，那么为什么你还要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呢？我们至少通过这种密切和深刻的观察而获得了意识的觉醒，这会帮助我们不再对情绪产生抗拒。如果没有了抗拒，对情绪的接纳就随之而来了。观情绪的练习呢，并不意味着当你练习它以后，你就再也不会产生令自己不愉快的情绪了。这个练习是要教给你两样东西。第一，情绪本身并不是问题，带来问题的是我们对情绪所做出的反应。比如我愤怒了，于是我带着更多的愤怒去回应这种愤怒，那这只会使我的愤怒之火越来越旺。比如我焦虑了，于是我开始为自己的焦虑而焦虑，这只会使我变得更加焦虑。而这个练习则教会我们什么呢？当我们在面对情绪时，我们只需要去努力地以自己觉醒的意识直面和对待它即可，也就是以冥想、以正念的状态去面对情绪。在佛家就称之为观，而观就是一种直面和不逃避。这个练习还会让我们体悟到，当我们在练习中试图确定某个情绪的具体位置时，我们所能找到的不过只是我们变换的想法，以及我们躯体上的感觉而已。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永久的、实实在在的情绪，只有受情绪影响的想法和我们躯体的感觉。想要摆脱情绪很简单，你只需要换一个视角去看它，它就可以立刻地被驱散。这就是这个练习想要引导我们所开悟的地方。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进入到观情绪的实修练习。首先，先找到一个安静不被打扰的地方，让自己以一个舒服的姿势安定下来。你可以选择坐着或者躺着来做这个练习，但是无论你是坐着还是躺着呢，都请让自己的身体保持舒适、放松和警醒。好，在开始前，请你先有意识地告诉自己，接下来我要通过用注意力对身体的扫描，来找到最近正在困扰着我的那个情绪。与此同时，也请你带着好奇和耐心，去觉察在这个练习过程中，你所发现的任何一种情绪的浮现，比如悲伤、愤怒、恐惧、焦虑、寂寞、自卑，亦或者是开心、满足、甜蜜。只是在练习的过程中去觉察它们，不要对它们进行任何的评判。好，现在我们就来寻找和觉察我们体内的情绪，找到它们在我们身体内的住所。请闭上你的双眼，我们先来进入到顺腹式呼吸，鼻吸嘴呼，吸气，小腹鼓起来，注意力向下来到你的会阴穴，呼气，小腹向内收紧，注意力向上来到头顶的正上方。再做2次，吸气，呼气，吸气，呼气，
现在我们的注意力来到了我们头顶正上方的百会穴。好，就从这里开始，让我们的注意力快速地从头顶的正上方开始向下扫描，同时请转换为自然的呼吸。现在跟随着我的声音，让我们的注意力来到我们的额头、眼睛、耳朵、再来到我们的鼻子、脸颊、嘴巴。现在，请把我们的注意力带向我们的脖子、肩膀，然后整个的背部。现在，把我们的注意力继续带到我们的胸部、腹部，再把我们的注意力带到我们的2个大臂上、2个小臂，紧接着，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我们的双手、我们的10根手指上。好，现在把你的注意力放到你的整个身体上，感觉你身体的存在。在刚才的扫描中，你有发现藏在自己体内的情绪吗？如果有，请你停下来，再次重新的把注意力集中在你发现它的地方，全然的去体验它带给你身体的感觉，是疼痛、紧绷、酸胀、淤堵还是恶心？这种感觉有没有明确的尺寸、颜色和形状？它的强度是大还是小？是重还是轻？如果按照能量的大小分成10分，你会给它打几分呢？好，如果刚才我们扫描过的地方并没有发现情绪的影子，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继续对身体的扫描。请把我们的注意力带向我们的臀部、2个大腿、2个膝盖，再把我们的注意力带到我们的2个小腿、双脚，最后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我们的脚趾。好，在这次扫描中，你有发现藏在自己体内的情绪吗？如果有，请你停下来，再次重新的把注意力集中在你发现它的地方，全然的去体验它带给你身体的感觉，全然的投入你的注意力，去拥抱和体验这种身体的感觉，按照能量的大小给它打分。好，现在慢慢的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整个的身体上，去感受我们整个的身体，感受我们身体和外界接触的感觉。你感觉我们整个的身体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放松。你感觉你体内的情绪已经开始变弱，甚至完全的消失。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走出这个练习了。现在跟随着我的声音开始倒数：5、4、3、2、1。好，睁开你的眼睛。欢迎大家回来。这个练习呢，就是我们在情绪之下进行内观的第1步的具体实操过程。当你在情绪的折磨中识别到了一个情绪的名字，然后进入到了这样的一种全然的观察之中，那么你就已经可以从这个情绪中解放出来了。好，那当我们完成了内观的第1步，又重新让自己回到了平静以后，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做呢？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呢？这样的情绪反应难道就再也不会出现了吗？当然不是。我们需要把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循环往复的运作和发生的，把隐藏在我们潜意识里的业力反应模式呢，彻底的看清，
去把我们的意识投向这个从来都没有被我们看见过的小我。这就是我要带大家体悟的通往情绪的背后更加深刻的内观。好，接下来我们就以2个我们平时比较熟悉的情绪为例，来展开更加深入的内观。它们分别是自卑和愤怒。记住，这个进阶的内观练习是要我们看清藏在情绪背后的真实发生，和一直以来在潜意识里支配着我们的运作模式。它将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我们的头脑会在一开始感受到威胁或者不安，让我们真正的了解我们自己内在可能形成于童年时期的那个无意识的反应模式。随着我们对这种了解的逐渐深入，我们头脑思维的强迫性将会逐渐的减弱。当下一次我们再遇到相似的环境和情况时，我们就将不会再有现在这样强烈的情绪反应了。好，在面对自卑这种特定的情绪时，如何做到如实关照？首先，当你意识到了自己此刻正在陷于自卑这种情绪之中时，你需要先明确地让自己知道自己正在陷于自卑。也就是你需要准确地对当下你体内正在流动着的情绪能量呢进行一个命名。你需要明确地告诉自己，现在正在自己体内流动的这种情绪叫做自卑。这永远都是你内观情绪的第一步，识别并且命名此刻你体内的情绪，这会让这个情绪立刻削弱。接下来，请你首先要放下对自己陷入自卑这种情绪的自我评判，同时你也要放下对于陷入自卑所给你带来的感受的评判。现在请全然地去接受有一种叫做自卑的能量正在自己体内流动，这个事实已经发生。告诉自己，我知道此刻的自己陷入到了自卑情绪，这是在我的内在发生的一个反应。现在我需要一些时间来处理它。好，接下来请尽量给自己找到一个安静不被打扰的地方，真正的给自己一些时间。先通过几次深深的腹式呼吸，把自己重新带回到身体的感受。然后，请你使用上面我们所练习到的方法，通过对身体的关注和扫描，去试着在你的体内找到自卑，感受和体验自卑。用你全部的注意力去扫描你自己的身体，留意到你自己身体感到不适和变化的地方，留意到你自己的能量是如何被削弱的。如果你有捕捉到任何的身体感受，比如淤堵、蜷缩、紧张、发抖、恶心等等，不管你感受到什么，请你把你的全部注意力都全然地投放上去，去全然地感受它，体验它，拥抱它，和那个感受待在一起。当然了，如果你最终也没有能通过你对身体的扫描，找到自卑所呈现在你身体上的任何感觉，没有关系，这样也很好，因为你已经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并且你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意识的觉醒和解放。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通过更加深刻的自我观察，来看见藏在你潜意识深处的需求和表达。现在你可以问问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想法触发了我现在的自卑情绪呢？究竟有可能发生什么样最糟糕的事情呢？我具体在害怕和担心的都是什么呢？这些问题将带着你看清楚在情绪之下被掩盖的真相。比如，你是不是正在害怕他人对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评判？你是不是正在担心自己会失去什么或者被夺走什么？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心理层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慢慢地看到这其中的根源就是比较心。比较心衍生于小我和头脑，也就是说，有一个小我正在疯狂地把自己和他人进行着比较，而这个热衷于比较的小我，很可能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童年时期。但是现在，我们只需要安静地、不带任何评判地去看着这个正在把自己和别人比较的小我就好，保持默不作声。
保持一定距离的安静地看着它就好，保持对它的注意就好，不去打扰你的观察对象，只是轻轻地把你的注意力投放上去。相信我，很快你就会发现，原来它并不是真实的，原来它仅仅只是存在于你头脑的想象里。一旦你彻底地看清楚了它的样子，全然地接受了它的存在，没有去评判和认同于它，那么它就会慢慢地和你分开，然后逐渐地被化解消散掉。好，恭喜你！现在你终于可以开始以一个临在的观察者的身份来重新书写在你潜意识里的这个无意识的反应机制了。这就是我们把意识带入到潜意识的过程，这就是我们改变命运的过程。好，接下来请告诉你自己，我是独一无二的，我无法成为，也没有必要成为其他人，我已经足够好，好到已经被邀请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无需去和别人比较，也无需被任何人承认，我有我自己的人生需要去经历和体验的，别人有别人的。如果我是一棵小草，那么我才不要去管旁边的大树长得有多高、多大、多茂盛呢。好，请再来做几个深深的腹式呼吸，把全部的注意力再次重新带回到你的身体上来。再次的恭喜你，你完成了一次对情绪的更加深刻的内观。那么现在呢，就请你去找到一件积极的、对你当下有所帮助的事情，去全然的投入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进入到对下一个情绪，也就是愤怒的内观训练。首先你要意识到，此刻你陷入了一种叫做愤怒的情绪里，请你立刻放下对自己陷入愤怒这件事，以及愤怒带给自己感受的所有的评判，全然的允许现在自己陷入到愤怒之中了。如果触发你愤怒的人在场，你甚至可以试着对他说，现在我真的很生气，不过这是我自己的愤怒，现在我需要自己安静地去处理它。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直接告诉你自己，我知道此刻自己陷入到了愤怒，这是我自己被外界所触发的感受使我的内部发生了反应，我需要一些时间来处理它。接下来就请你真的去找到一个安静不被打扰的可以独处的空间来处理你自己的愤怒吧。首先还是先做几次深深的腹式呼吸，把自己重新带回身体的感受。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借助一面镜子，这会更加有效地帮助你与头脑拉开距离。因为此刻头脑会不断地试图用你生气的原因再次将你攻陷。当你对着镜子承认愤怒就在这里，但是愤怒是可以的，它就是此刻正在自己内部发生的事情。我允许我又愤怒了。此时你就已经不再认同于头脑给你讲的各种各样合理化的解释了，而是选择了接受当下事实的已发生，选择接受了事实最大。那么接下来就请投入你全部的注意力，在你的身体内部开始对愤怒的扫描，去留意到在自己的身体中究竟出现了哪些代表愤怒的感受和变化，看看愤怒正在你的体内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你身体的哪个部分存在着。记住，不要去评判和控制它，允许它在你体内的翻涌和沸腾。闭上眼，深呼吸，直接去感受你体内的愤怒，比如发烫的脸颊、紧握的拳头、发抖的嘴唇、咬紧的牙齿、紧绷的肌肉、憋闷的胸部、疼痛的腹部。注意，不管你现在有没有感受到你体内的愤怒，你的头脑都会试图把你从对愤怒的感受中拉开，重新让你再次进入到使你愤怒的原因里。当头脑试图干扰你，把你拉进为什么会有如此感觉的那个可怜的我的故事里时，要立刻意识到并且承认这是头脑，然后重新再次回到你对身体的关照之中。
再次重新的聚焦在你内在的熊熊燃烧的愤怒之火上，主动的去拥抱你的愤怒，让愤怒完全的占据你，感受它的温度，它的涌动，它带给你的具体的躯体感受。此时允许你的身体做任何它想做的事情，比如握紧拳头，咬紧牙关，跺脚，甚至对一个枕头拳打脚踢，或者发出怒吼。允许你的愤怒自然地爆发出来，但是记住一点，不要使用任何的语言，因为语言会再次将你带回到头脑之中。请在这个过程中去感受愤怒的能量究竟是什么。当它在自己的身体中时，我的感受是怎样的呢？它给我的身体带来了什么？只是明确的去感受和记录，但是不要做出任何的评价，所有的评价都将把你再次带回头脑。此时如果有镜子，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仔细地看着自己的脸，看着自己因为愤怒而扭曲的样子，就这样不要停，允许愤怒继续全然地表达自己，去感受在你身体中流动着的这股发热、发烫，像熊熊燃烧的烈火一般的能量。当你不再抗拒愤怒，转而去拥抱愤怒，感受愤怒时，你就会发现，在一段时间后，你似乎开始享受起这股充满活力的能量，因为现在，你已经不在头脑对愤怒和愤怒原因的评价里了。此时你已经让意识临在于你当下的感受之中，你正在以你的临在来面对和化解你当下的情绪。对，就这样继续感受你的愤怒，直到你开始留意到你的脸开始柔和下来，身体也开始慢慢的放松了。这种平和的空间慢慢的扩大，愤怒开始逐渐的减弱，直到烟消云散。现在你或许可以逐渐地感受到内在的平静与活力，你已经在观察愤怒感受的过程中获得了临在，你在了，愤怒就不会在了。想想之前，当某个人做了令你怒不可遏的事情时，你甚至想要杀了那个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可能会爆发失控，试图惩罚对方，亦或者你选择强行地压制自己的怒火，任由愤怒之火在体内燃烧。要知道，这些其实都是你在伤害和毁灭自己。但是现在呢，你却已经可以做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选择了，这就是从向外转为向内去探求。好，当一切重新回到了平稳以后，你就可以来问问自己了，是什么触发了我刚才的反应呢？也许你会发现，是自己被他人的拒绝或者否定。是不是你从小就在害怕被拒绝、被否定、被不喜欢、被不认可呢？这其实只是深埋于你无意识中的自己儿时的恐惧。你可以这样不带评判地对自己说，是的，害怕被拒绝、被否定、不被认可的恐惧一直存在于我的无意识头脑里。现在只是有一个可怜的、受伤的，来自于儿时的我，正在试图让我避免承受这样的局面。我看清楚了，有一个小小的我正在以自己无意识的方式来试图帮助我。你会发现，当你把这一切看清楚之后，轻松感会油然而生。当你从头脑的剧情当中跳出来以后，当你通过直面和感受愤怒，让愤怒消散以后，那么此刻你就只需要面对当下真实的情况了。既然当下的情况是深埋于无意识头脑之中的一个小我，正在试图保护自己，试图避免自己承受被拒绝、被否定、不被认可、不被喜欢的局面，那么我们只需要看清楚事实并非如此。此刻的自己也并不是童年时候的自己。当你清晰地看到了当下的情况，这就足以清除愤怒情绪带来的重重迷雾了。新的选择就会自然地呈现在你的眼前。最后，请做几个深深的腹式呼吸，把全部的注意力再次带回到你的身体。
恭喜你，你成功地完成了一次针对你自己愤怒情绪的内观，你又可以重新回到自己应该去专注的事情上了。好，以上呢，就是我们针对自卑和愤怒这两种常见的情绪呢，所进行的深入的内观。记住，当我们通过向内看，找到了情绪反应的根源以后，存在于我们头脑当中的威胁感就被移除了。当我们承认它在我们内部的存在和发生时，它就已经不再是无意识的了。当我们对它有所觉知，它就失去了隐藏于我们内在，并且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权利。希望大家今后在面对汹涌来袭的情绪时呢，可以通过这样的内观训练，去在当下化解自己的情绪，解放自己的意识，然后再通过看清楚它背后的动机和头脑反应的机制，来逐渐地化解掉这个深埋于我们无意识之中的纠缠。相信我，随着你不断地进行这个观情绪的练习，今后当你再次面对情绪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挣扎、深陷并且痛苦了。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